只要人人都少唱一点衰，楼市定将迎来温暖的春天。瑞银最新测算，中国房价从21年峰值到25年深秋，累计下跌30%到40%，4年蒸发了160万亿。然而，中国楼市寒冬才刚刚开始。25年底，银行集体下场卖房，代替房企成为超级房东，这意味着中国房地产已经彻底沦为经济弃子。那么房价到底还要跌多久？最近有人说，90年代日本楼市崩塌，主要是当局太纵容唱衰派，所以要拯救中国楼市，必须先清理虚假唱衰。我一想，既然唱衰能搞垮楼市，那唱响光明肯定能救市，对不对？就当我翻开数据准备唱响的时候，才发现全国房价都在荡，唯独流感在大涨。可想而知，这个冬天是真冷啊，冷的人张不开嘴，跟不上趟，唱不响亮。25年10月，瑞银发布报告提到，中国房地产总市值从21年峰值到25年深秋，共计损失160万亿，累计跌幅30%到40%。另有数据来自公众号楼市数据君，它根据贝壳成交记录汇总了历年的二手房成交均价。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截止25年Q4，实际成交价已经跌回了2016年的水平，其中北京跌幅最大为39%，广州37%，上海35%，深圳32%。宏观数据方便我们掌握比例，再来看看微观体感。公众号一地产刊文，北京一热门小区11月成交了一套99平两居，成交价805万，业主7月份975万上车，短短4个月净亏170万，再加上增值税，损失近20%。万幸的是，业主入手2个月就决定跳车，成交周期仅有57天。有人说他是25年最狠的卖家，其实也是最聪明的卖家。中指研究院数据，25年11月，中国百城二手房平均价格同比下跌7.95%，环比下跌0.94%，百城房价均在下跌，一线城市处于领跌地位。按重点城市近2年的曲线来看，从25年3月开始，成交价下行斜率就明显变陡，尤其是下半年，几乎是一路俯冲。准确说，这已经不是下跌了，而是在下跃。那么房价跌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加速了呢？原因是市场供应正在起变化。第一财经报道，多家银行和国资平台从24年开始，就在京东、阿里等交易平台上批量直售房产。比如四川农信的房产标的超过2.5万个，辽宁农信1.1万个，广州农信1.2万个，兰州银行1800个，吉林银行2000个，天津银行1300个。直供房出现，说明炒房炒成房东的不止还贷的房奴，还有放贷的银行。更重要的是，银行直供房价格普遍仅有市场价的7-5折，这意味着国家队不仅房子多，而且更便宜，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超级房东。不难发现，当我们还在争论唱多还是唱衰的时候，超级房东已经真金白银在做空了。所以我认为，接下来的中国楼市问题不在保金融还是保房价，而是一场房东与房奴的厮杀。老朋友都知道，年初我们设立过一个胡贝尔奖，专门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事业，清理唱衰和唱响光明，看似南辕北辙，实则异曲同工。所以我宣布，25年胡贝尔经济学奖花落清理派。楼市不得了，银行大丰收，房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买房真好。尤其年轻夫妻携手月供到老，一线豪宅挺难搞，二线上车要趁早。要问好房哪里找，风景这边都好。作业。过去几年，房价下跌已经成为全民共识。那么，中国房地产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步田地的呢？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房地产实现私有化。2004年实行土地招拍挂，招拍挂核心是价高者得，为土地财政打下了基础。200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宣布4万亿刺激计划。此后的信贷扩张和基建狂潮，直接把房地产抬上了国运高度。2015年330新政，大幅降低2套房首付，缩短营业税年限。同年6月，又推出棚改货币化，央行通过抵押补充贷款给国开行放水，让棚改居民用补偿款自行购房，顺带帮开发商去库存。新政初衷是托举楼市，拉动经济，结果直接把房价推上山顶，掀起了全民炒房热。虽然早在16年底，政府就提出房住不炒，可限购越紧，买房越狠，全社会追涨杀跌，谁不买房谁傻缺。也是从那时起，拆迁户成了有钱人的代名词，而房子也成了婚恋市场的入场券。20年8月，恒大、万科、碧桂园等12家房企受邀参加人民银行和住建部座谈会，会上首次对房企提出3道红线，要求第一，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第二，负债率不得大于100%；
以及第三，现金短债比不得小于1倍。20年3季度，3道红线开始试点，房企高周转、高杠杆的扩张模式彻底结束，开发商在一夜之间从银行座上宾变成了违约嫌疑人。现在看那场座谈会，就是中国房地产的明斯基时刻，只是当时没人相信泡沫真的会破灭。3道红线出台后，恒大、碧桂园等房企龙头接连陷入流动性困境。恒大于21年底首次债务违约，碧桂园在23年底不其后尘。到了24年4月，房企模范生万科也承认出现经营性困难。25年11月底，第一财经报道，万科原定年底到期的20亿债券寻求展期偿还。消息一出，市场应声而动，万科随即遭遇股债双杀。没过几天的12月初，财联社又报道，万科又一笔年底到期的债券寻求展期。雪上加霜的是，标普惠誉等机构近期都下调了万科的评级，原因是它在未来6个月内债务重组的风险正在拉高。据报道，截止25年 Q3， 万科总负债约为8355亿，其中有息负债3600多亿，一年内到期的各类债务超过1200亿。过去一年，大股东深圳地铁9次向万科借款输血，金额达到257亿。可不幸的是，楼市持续低迷，万科并未恢复造血能力，2年亏损接近800亿。近期多份报道都提到，传闻政府将以市场为导向来处理万科债务。市场导向看似减少行政干预，实则放弃无限兜底，这意味着万科已经走上了破产之路。回顾房地产简史，不难发现，从21年恒大违约到25年万科展期，这5年弹指一挥，就像一个慢动作的明斯基时刻，带着中国经济从山巅跃向谷底。房地产曾经象征国运，如今却成了洪水猛兽。当国家队下场，而开发商又集体退场的时候，说明中国房地产已经彻底沦为经济弃子。听上去有点悲凉，但有没有可能从一开始，房地产就不该作为刺激经济的万能工具？曾经有人调侃说，房地产就是夜壶，有用就拿出来，没用就塞回去。既然能重复利用，那这次为啥直接扔了呢？答案是这次夜壶漏水了。答案是资产负债表衰退。资产负债表衰退是经济学家辜朝明所发明的概念，用来解释日本泡沫破灭后的经济现象。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大崩盘，此后日本央行持续降低利率，99年直接实行0利率。但就算这样，高负债的企业和居民依然不愿借钱投资和消费。这一现象导致日本经济长期陷入半瘫痪，并最终失去20年。中国目前的情况跟95年的日本非常相似，居民、企业和政府3个部门都深陷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泥潭。简单来说，不是大家不想投资消费，而是债务太高，都想优先赚钱还债。首先来看居民部门，根据任泽平汇总，20年中国楼市巅峰时期，中国家庭总资产中房屋占比高达69%。到25年10月，高盛最新报告显示，房屋占中国家庭总资产已经从将近70%跌到了55%。这一比例变化说明，房价下跌会直接导致家庭资产蒸发。不过55%的占比仍然显著高于美国的30%、日本的35%，所以从资产结构的角度看，即便房价已经下跌了3-4成，但还有很大下跌空间。再看企业资产负债表衰退，主要是房地产企业，3道红线叠加泡沫破裂，导致房企流动性原地窒息，房子卖不出去，但贷款债券还得还，于是断臂求生变成了唯一出路。最出名的莫过于前首富王健林的万达集团，从23年至今已经累计售出近200座万达广场。其实最早从20年开始，众多房企就已经掀起资产抛售潮，卖商业综合体，卖豪华酒店，就连老板的农场、豪宅和私人飞机都在拿来还债，债务压力可见一斑。最后是政府负债表衰退，截止22年，在全国31个省份中，有27个每月要将一半的财政收入用于偿债，其中12个省深陷结构性赤字，偿债支出超过其财政收入。有关政府债和土地财政的具体情况，我们上期刚刚聊过，有兴趣欢迎回看。当企业、居民和政府资产负债表都在衰退的时候，那压力就给到了银行。央行数据，25年11月新增社融规模2.49万亿，其中非标融资和政府债占比超80%，新增人民币贷款3900亿，其中居民贷款净减少2063亿，为2007年以来同期首次负值。时间拉长看，前11个月居民新增贷款只有去年同期不到1/4。为了挽救信贷，央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于26年年初推出个人征信救济政策，帮助已还款的违约人隐藏违约信息。不过把时间再拉长看，居民杠杆率似乎已经加不上去了。NIFD 数据，居民杠杆率在20年 Q4 为61.1%，到25年 Q2 还是61.1%。也就是说，目前只有政府企业敢借钱，居民不仅不买房、不贷款，而且还在提前还款，
这种真实需求消失，必然造成信贷萎缩和资金空转。当然，这里面最难受的就是银行。银行一方面要为政府债务兜底，不断买入期限更长的债券，另一方面还要接手企业和居民的不良资产，亲自下场当超级房东。可银行的主营业务是什么呢？是放贷呀。这一个厨师不看菜谱，看上兵法了。10年前有个中国梦叫做买房，可实现中国梦还得摇号。各大城市隔三差五涌现万人摇，搞得全社会人心惶惶，就连月薪3000的牛马都敢贷款100万上车买房。这些万人摇真假难辨，很多人直到住进去才发现买到了鬼楼。这也是房地产沦为弃子的第2个原因，从刚需到过剩。根据高盛测算，截止23年底，中国新房库存总盘子按成本计约为30万亿，其中包括已建成库存占比45%，在建库存20%，未开发土地储备35%。如果把这些库存全部建完，大概能变出7000万套住宅。这个数字有多夸张呢？2017年高峰时期，全年新房需求为2000万套，到了23年只卖了900万套，24年再次下滑到700多万套。更夸张的是，高盛预计未来几年的新房需求将长期低于500万套。也就是说，哪怕按照23年900万的销售量，也得7到8年时间才能消化这批库存。如果需求真降到500万，没动工的干脆就不用建了。房子卖不动，一方面因为高房价，另一方面是需求已经饱和。根据中国住房存量研究报告显示，1978到2020，城镇住房人均建筑面积从8.1平米增至34.7平米，城镇住房套数从3100万套增至3.63亿套，套户比则从0.8涨到了1.09。套户比顾名思义是每户家庭对应的住房套数，一般而言，套户比小于1说明住房供给不足，套户比等于1，供需基本平衡。考虑到度假休闲和人口流动，成熟市场的套户比一般在1.1到1.2之间。从国际看，美国、日本的套户比分别为1.15和1.16，德国1.02，英国1.03。中国套户比接近1.1，已经成为成熟市场，所以高盛认为再来一波大牛市的可能性很低，库存也不可能自然消化。言下之意，中国接下来要面对的将是一个供给过剩的时代。除了新房供给过剩，二手房供应量也在显著上升。贝壳最新数据，截止25年11月，该平台二手房挂牌量已经涨到了650万套，较4年前增长了60%。高盛则预测，二手房挂牌量到2027年会达到存量房产的3%左右。按照城镇住房3.74亿套计算，3%就是1122万套。我们看，一边是新房卖不出去，另一边二手房正在以价换量，说明泡沫破裂之后，房子不再是金融资产，而是实打实的生活负担。客观来讲，16年提出的房住不炒将在未来5到10年彻底实现，只是方式不太一样。更麻烦的是，新房和二手房之间正在价格踩踏。原来牛市的时候，新房由于限购限贷，价格往往比二手房便宜。现在二手房跌得比新房还厉害，导致新房突然变得很难卖。新房难卖就得降价，降价又会拉低二手房成交价，从而形成房价螺旋下跌的局面。不难看出，中国楼市供给过剩不是多卖几年房的问题，而是一场以二手房为主导的价格出清和结构出清。可能有人会说，房地产是支柱产业，政府不会撒手不管。其实呢，中国房地产之所以走到今天，恰恰是政策主导市场的结果。最著名的就是15年涨价去库存，搞得人人都相信买房可以赚钱。可结果显而易见，涨价只会促生产，降价才能去库存。所以现在房价下跌，这是好事啊！开发商降价去库存，年轻人实现中国梦。只要成本足够低，哪怕住进鬼楼都无所谓，这才叫纵做鬼也幸福。80平米的小窝，还有个温柔的好老婆，孩子们顺利上大学，毕业就有好工作。旧时击鼓又传花，传到寻常百姓家。中国楼市是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理论上只要一直有人接盘，游戏就没有终点。可不幸的是，接盘侠不够用了。25年11月，北大国发院教授张俊妮在太学演讲中提到，如果分年龄生育率和死亡率保持23年的水平不变，且不考虑移民的情况下，中国人口会在本世纪末回到4亿人，也就是100年前所说的4万万。张教授说，这是他4年前的预测，如果现在有需要完善的地方，那就是过于乐观，因为中国人突然不生了。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中国自1991年以来总和生育率一直在下跌，20年急转直下，跌到 1.24，23年更是跌到了只剩 1.01。1.0 的生育率全球排名倒数第2，仅高于韩国。不同的是，韩国生育率从 1.3 下降到 1.0 用了17年，而中国只用了短短3年。
要知道，总和生育率保持 2.1， 人口才能不增不减，一旦低于 1.5， 任何国家都无力回天。更要命的是，国家卫健委预测，中国将在2035年正式迈入重度老龄化社会。不难想象，人口一旦变老变少，房地产这事儿就会从国运变为国难。为啥国运变国难？这得从接盘侠消失说起。49年建国后，中国一共有过3次婴儿潮，第一次被3年自然灾害隔断，咱们暂且不论。第二次是1962到1973年，每年出生超过2500万，形成了最大人口群体60后。随着60后进入育龄，1981到1997年迎来了第二次回升婴儿潮，年均出生依然维持在2000到2500万，也就是如今的80、90后。60后正在陆续退休，他们掌握着最多的社会财富，资产负债表也最为健康，而他们的下一代80、90后则在最佳婚育年龄，被高房价透支了30年生产力。事实上，中国房地产游戏也就是这2大群体在玩，区别仅仅在于80、90买在了泡沫高位。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50、60、70开始陨落，80、90由于生活压力巨大，势必要低价处置多余房产。遗憾的是，00和10年代并没有出现另一次回升婴儿潮，这就意味着当80、90开始套现父辈房产的时候，连个像样的接盘侠都找不到。接盘侠不够用怎么办呢？有专家提议说，可以让农民工顶上。具体逻辑是这样：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在23年约为9.33亿，城镇化率66%，可城镇户籍人口只有48%，算下来大约有2.5亿人属于常住城市的农民工。如果这2.5亿陆续买房落户，中国城镇化率很快就能追上发达国家，提高到80%。听着很有前瞻性，对不对？不仅超英赶美，还能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属实是买房落户两难自解。实际上，城镇化接盘论在数学上根本不成立，因为城镇人口和总人口是分子与分母的关系，当总人口开始减少，数值自然就上去了。拿日本举例，90年代初城镇化率为77%，到10年代爬到90%，但最后这20年的增长并不来自城市扩张，而是乡村消亡。说1000到1万，我们在专家眼里就像动物，而城市就是疯狂动物城。咱想做个城里人，还得先买个笼子。可进了城才发现，这儿的猴子没有金箍棒，老虎也不会碰上武二郎。扭头一看，还有一群鹦鹉把歌唱。只要人人都少唱一点水，楼市将迎来温暖的春天。不对，温暖的春天。只要人人都少唱一点水，楼市将迎来温暖的春天。当房子无法带来安全感，只能带来风险的时候，正常人第一反应自然是躲得远远的。关于这一点，中国人已经用脚投票了。12月中旬，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发布了25年的中国消费者洞察报告。报告对比21年和25年的数据发现，中国居民对事业的关注度从61%下降到53%，对爱情的关注度从17%下降到9%。与此同时，对健康的关注则从21年的78%上升到了87%。对财富的关注度更是从47%上升到了79%。从生活优先级看，在过去12个月中，近90%消费者聚焦个人健康，70%消费者选择省钱存钱，提升财务韧性，有60%选择提升技能或发展副业。简单来说，健康、存款和学习新技能成了改变现状的普遍方式。埃森哲上一次调查是在21年，也就是中国房地产的拐点。短短4年，人们对财富、健康的重视度明显上升，对事业、爱情和成长的优先级却大幅下降。转变如此之大，已经不是生活态度扭转了，而是价值观发生了颠覆。为什么会这样呢？经济学家卡尔凯斯和诺奖得主罗伯特希勒在研究美国楼市的时候发现，房价上涨会刺激消费，房价下跌则会抑制消费。他们把这种现象叫做住房财富效应。房价猛涨的时候，人人敢换车、敢旅游、敢创业；一旦房价下跌，大家立刻收紧消费，甚至变卖资产提前还贷。中国城镇住房自有率超过70%，大多数家庭又把70%的资产全都压在房地产上，住房财富效应直接来了个超级加倍。换句话说，过去10几年，居民财富并不来自收入增长，而是炒房炒出的财富幻觉。这种价格虚高的收益，在资本市场叫做浮盈。浮盈没有落袋为安之前，都只是账面上的数字。这就跟喝啤酒一样，稀里哗啦倒满一杯，只有1/3是啤酒，其余2/3全是泡沫。换个角度大胆预测，房价只有跌到首付才能勉强企稳，其余的债务部分则需要月月按揭，像倒啤酒一样慢慢续上去。所谓房地产信仰崩塌就是这样，幻觉破产，首付变全款。人们第一次意识到，买房不一定带来幸福，
而努力也不一定得到回报。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观念颠覆，不如说是价值观回归。但这种矫枉过正的回归，多少带点悲剧色彩。尤其90后和00后，彻底压抑了对爱情、友情和个人成长的追求。现实体感也是这样，房价回到16年的水平，工资也回到了3000块时代。伴随着经济放缓，失业率上升，处于事业起步期的年轻人损失最为惨重，心态也最为焦虑。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下，他们选择关注自己，更像是一种自救。正如峰哥所说，买房、结婚、生娃，放弃1样幸福一生，放弃2样财务自由，放弃3样环游世界。92年有个词儿叫下海，现在有个词儿叫上岸，30年一轮回，完美闭环。但不同的是，下海为了谋生，上岸只为求生。前者憧憬未来，而后者不相信未来。某种程度上讲，年轻人集体退出买房游戏，恰恰是用爱自己的方式做空了整个中国楼市，也给中国经济狠狠上了一课。这不是消极，而是觉醒，因为真正崩塌的不是楼市，而是年轻人的未来。房子上涨的时候会带来住房财富效应，那么反过来想，下跌的时候也不是简单亏点钱。为啥呢？因为房子是带杠杆的资产，价格下跌，但债务不变。债务压力会引发断供抛售，继而带来供应激增，供应激增又将引导房价再次下跌。这种越卖越跌，越跌越卖的螺旋，在经济学上叫做债务通缩。债务通缩大致分为3步，逻辑非常简单，但也极其残酷。第一步，房价跌掉30%，首付蒸发，很多人扛不住开始抛售。第二步，房价跌破贷款余额，把房子卖了也还不清贷款。第三步，房子彻底变为负资产，卖不掉也租不出去，无数家庭将在债务中度过余生。高盛在25年的展望中曾提到，如果平均房价回到15到17年的水平，那么21年到23年高价买房的人大概率就会断供。截止目前，百城房价已经回到16年水平，高位购房者也跌掉了首付，这意味着债务通缩机制已经形成。接下来的问题不再是什么止跌回稳，而是到底还要跌多久。瑞银中国房地产研究主管林振宏25年11月底最新预测，中国楼市低迷远未结束，房价至少还要再跌2年。如果没有重大刺激措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将在26年继续下跌10%，27年再跌5%。具体原因有3：首先，按揭贷款利率远高于租金收益率，租房比买房更划算；其次，租金价格是供需动态的早期指标，因为租金不受政府干预，所以只有租金稳定，房价下降才会停止。最后，瑞银认为，过去10年买房的人已经大面积承受亏损，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房价预期。这儿我再补充一点，经济通缩会导致实际利率偏高，债务负担反而会加重，背一套房等于背一座山。如果没有稳定收入，大概率就会断供。事实上，此前几年，由于烂尾楼和降薪裁员等因素，断供潮已经时有发生。25年11月底，地产博主深圳正杰发文显示，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披露，截止25年7月，全国房贷逾期率达到 2.78%， 同比24年上升了 0.82%。更触目惊心的是，连续3个月未还贷款的断供人数已经突破187万，同比增长了 35.6%。以前买不起，现在卖不起，眼下房价加速下跌，有人卖房之后还倒欠银行几十万，这说明高位接盘的人已经开始跌破贷款余额了。这个节点过后，必将引发新一轮断供潮，而且规模要比之前大得多。根据第一财经报道，市场上的银行直供房大多来自不良贷款处置，大概流程是个人断供，然后经过2轮法拍流拍，最后转到银行名下。企业抵押物还有开发商破产未售的库存也是相同逻辑，最终都被迫由银行接手。我们都知道，个人房屋只要不是断供多年，银行宁可不断催收，也不会轻易法拍。现在银行主动卖房，说明断供数量已经非常庞大，而且贷款很难追回。也就是说，当新闻还在宣传房价企稳的时候，房子在银行手里已经变成了烫手山芋。值得注意的是，以前的房价由新房申报和二手房业主锚定，现在银行亲自下场，等于直接参与市场定价。这意味着新一轮房价下跌主要由银行去风险的速度来决定。所以房价什么时候见底呢？我的答案是，等银行直供房卖的差不多了，也就差不多了。当资不抵债从个案蔓延到全局，违约断供就不再是道德问题，而是实打实的金融风险。25年9月，证券时报报道，上半年共计17家银行不良率高于净息差，其中就包括下场卖房的兰州银行和天津银行。不良率和净息差倒挂，说明银行靠放贷赚的钱已经不够填补坏账了。那么放贷放不出去，银行要怎么生存呢？离谱的来了。
第一财经报道，25年4月29日，工农交建中5大国有银行同一天发布公告，宣布撤销监事会，并修改公司章程。此后，各大银行纷纷跟进。截止25年8月，已有18家上市银行宣布撤销监事会。撤销监事会这事儿关注度不高，但在我看来是件大事儿。咱们简单捋一下。中国1993年颁布公司法，借鉴了德国和日本的公司治理模式，监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以此监督公司财务、董事以及高管行为的合规性。24年7月，新公司法修订，新法明确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可在董事会中设立审计委员会，取代原来的监事会行使监督权。同年12月，金融监管总局发文，鼓励商业银行精简治理层级，降低合规成本。新法实施加政策引导，预示着运行30年的监事会制度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值得注意的是，新公司法不只影响银行，还有保险等民生相关公司也同样适用。有专家解释说，撤销监事会，一能提高效率，二能降低成本，而且董事会自己的审计委员会更贴近治理核心，更能把握关键风险。啥意思呢？就是说监事会这种吃里扒外的裁判总是碍手碍脚，不仅花钱，而且事儿多。不如我们自己定规则打比赛，然后自己给自己颁奖，这样就能一直赢下去，不光从南赢到北，还能从白赢到黑。没了裁判之后，银行去风险的速度明显加快。11月16日，界面新闻报道，内蒙古一家村镇银行发布公告，自25年11月5日起取消5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存款。无独有偶，12月2日，金石数据报道，6大银行集体下架大额存单。比如工行大额存单中，最长期限仅有利率为 1.55% 的3年期产品。全面停售大额存单有2个好处：一来节省银行借记成本，二来把钱赶进理财和股市，以此盘活经济。可对于中国居民来说，取消大额存单等于逼着大家去做风险投资，虽然没人强迫，但也别无选择。总说新闻不能看核定本，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先修订法律，再撤销监管，接着银行下场卖房，停售大额存单，把风险全都甩到了居民端。这哪里是去风险，明明是不粘锅呀！我们聊中国经济，经常提到系统性金融风险，可最后谁也没想到，应对风险的方法居然是系统性剥削。金融剥削其实就是金融抑制，它的目的和债务重组一样，都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一旦走到这一步，说明危机已经发生了，但并非雷曼式崩塌，而是常态化管理。这种安静的危机呈现，就像买房，属于全过程还贷，无症状烂尾。虽然很有中国特色，但责任都在美方。哈佛大学2位经济学教授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合著了一本金融史著作，名叫《这次不一样》。书中提到，1800年到2008年，全世界发生过250次主权债务违约，68次国内公共债务违约。不幸的是，人类的技术在变，身高在变，时尚也在变，可唯独政府和投资者自欺欺人的态度没有变。每次金融危机爆发前，人们总是充满乐观，高喊着“这次不一样”。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用残忍的数据指出，凡是靠借钱堆起来的繁荣，最后无一例外都会以违约、通胀和金融抑制来收场，而且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靠增长把债务赚回来。资产总会回归合理价格，只不过有的一夜崩盘，有的能拖几年、10几年。这次不一样，翻译成中文叫做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再翻译中国特色也跑不出经济规律。讽刺的是，眼下的中国还在喊这次不一样，我们有城镇化红利，有制度优势，还有新质生产力。我必须承认，除了金融危机以外，中国确实不一样。别人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大规模苦难，让人民获得好的住房、教育和医疗，而中国是利用大规模苦难，通过好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来发展经济。从苦难到繁荣，再从繁荣到苦难，中国历史在同一件事上反复押韵，但唯一不变的是，子孙们都会说咱祖上阔过。中国楼市有个神话，说国家不会让房价下跌，所以很多人一直盼着救市。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来聊聊救市到底在救什么。24年5月，央行设立3000亿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向地方国企和平台公司提供低息资金，收购库存商品房，改成保障房和公租房。后来根据证券时报测算，这笔钱落地3个月，只动用了162亿，几乎等于没动。为啥没人贷款？因为房价持续下跌，收一套亏一套，地方和国企当然不可能冲在前面。另一个疯传的利好消息是房贷贴息，彭博最早爆料，中指研究院随后确认，财政部和央行联合的贴息政策已在多地试点，成交量都有所回暖。如果全国推广，按1%贴息计算，一年财政成本约为700亿。
贴息能减轻月供压力，但不能把房子变便宜。准确说，应该叫贴息去库存。这让我想起刘宝瑞一段相声，说刘罗锅有4个教父，个个80多岁，又瘸又拐，实在抬不动了，想集体请辞。可刘罗锅心疼钱呀，非得逼着教父再就业，给他们1人发了根拐棍儿。中国房地产也是一样，总是让年轻人进场抬轿子，现在年轻人抬不动，也不想抬了，贴息政策出来说，来给1人配根拐棍儿。最近还听到一些专家说，中国经济一旦失去房地产，全社会都会撞得头破血流，不如干脆发行10万亿国债，借给地方政府去收购库存，然后地方政府再用房子抵押贷款，这样不仅房地产盘活了，就连国家财富也增加了。3000亿没人敢借，10万亿说发就发。我心说，这不又一个08年4万亿吗？问题我们现在就活在4万亿的后果里，要是再来一次，那还不原地爆炸了？保障房、公租房听起来既能去库存，又能保民生，还能戴个保交楼的高帽。可借钱收储只是拖住房价，并不能产生有效需求。如果居民收入不增长，就业不稳定，那收储也只是帮开发商和政府解了燃眉之急。居民这边照样存钱还债，不敢贷款，也不会买房。况且公共债务在将来不仅要牺牲纳税人，还会挤占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最重要的是，公共债务兜底房地产，虽然能缓解短期压力，但长期必然放大财政脆弱性，最终把金融风险转化为主权风险。结论显而易见，任何只救价格不救人的财政刺激，都等于再次牺牲未来，再吹一轮更大的泡沫，然后在纸醉金迷里等待下一次崩溃。反过来想，真能稳经济的逻辑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居民敢买、敢住、敢消费，让房子回归普通耐用消费品，而不是继续充当全民信仰。前段时间，股神巴菲特最后一次发布股东信，他在结尾讲了个小故事。据说诺贝尔的弟弟去世后，报纸误将他的名字照片登在了讣告上。讣告赫然写道：一个富得流油并引发战火的军火贩子死了。诺贝尔看到报纸之后，当即就立下遗嘱，拿出所有财富设立奖项，去表彰为人类做出贡献的人。这份讣告改变了诺贝尔的人生轨迹，也造就了伟大的诺贝尔奖。巴菲特借着诺贝尔的故事诚恳地说道，我们不能指望别人警醒，而是要提前想明白将来自己的讣告上要写什么，然后再用一生的行动去追赶那份评价。房奴希望政府救市，甚至盼着房子涨价，这份心情可以理解，但现实是中国的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从来不是相互负责的关系，而是相互利用和戒备的关系。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生死关头人性从不撒谎。再说直白点，银行、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以救市的名义在自救，而你我这些房奴恰恰是救市所需的材料。所以我认为，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与其等待别人拯救，不如想清楚如何自救。我们真正想要的，从来不是愤怒高呼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而是住得起房子，生得起孩子，填得饱肚子。所以房子可以被当作弃子，但人生从来不是弃子，不能总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也要让别人为自己的错误接受惩罚。国家怎么走，谁也左右不了，但你我的讣告上肯定不能写这人一辈子就供了一套房。相反，我们要为中国房地产写下讣告，因为为他买单的人知道世界在下沉，却依然认真地活过。久经考验的中国经济压舱石，30年青春见证人，6个钱包的指定归宿，土地财政的集大成者，资本形成的杰出代表，中国式现代化的增长引擎，房地产同志，因长期高负荷运行，连续加杠杆作业，于公元2022年不幸与世长辞。房地产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负债的一生，加杠杆的一生，去库存的一生，是为稳增长殚精竭虑的一生。他曾在关键历史阶段勇挑重担，以一己之力拉动投资，托举 GDP， 并不惜透支年轻人的婚姻、生育和想象力，为无数家庭成功安放了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房地产同志的去世是广大购房者、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乃至宏观经济的重大损失。同志虽走，债务仍在，我们沉痛悼念。